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怎么样运用你手边现有器材，拍出更浅的景深。Let's find out。What's up, guys？ 不管是初学摄影的爱好者，或者是专业的摄影师，其实啊，我们都对于摄影里面的不可或缺的光学要素景深都感到深深的着迷。我们常会想到说，这些模糊的散景啊，衬托出美丽的主体，在画面中是如何的吸引人。光学成像的限制所产生的景深效果，往往呢也跟器材的使用呢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所以常常有人说，浅景深啊就是浅景深，我们必须要花很多的经费呢，才能获得额外美丽、引人注目的散景。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怎么样在你现有的器材配置下呢，能够呢拍出更吸引人的效果。我们都知道，要拍出浅景深的照片呢，你必须要有几个要素可以满足。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使用大光圈。光圈全开的情况下做拍摄。第二个呢，就是你必须要使用长焦段，焦距比较长呢，你的景深就比较浅。第三个就是，当你对焦的距离呢，你的背景离你对焦主题越远的时候，背景就越来越模糊。第四个呢，相机镜头到物体的距离越短，景深就更浅。只要你镜头光圈越大，焦距越长，对焦距离越近，离背景越远，以上这几点要素加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很容易获得一张浅景深的照片哦。摄影发明的时候，感光元件底片非常大，300厘米的成像范围呢，等于现在我们的等效50焦段。那时候拍出来的照片呢，景深都非常浅。近代的胶片摄影呢，比如说6:7的中幅相机，它的标准焦段呢是110厘米；6:45相机的中片幅的，它的标准焦段等效50呢是80厘米。因此我们知道底片越大呢，成像范围它的像长比较大，因此它得到的景深呢也比较浅。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的相机镜头组合是固定的，怎么样可以突破限制，可以进一步得到更浅的景深呢？我们可以试着使用包围拍摄的方式呢，去扩大像场，拍摄多张照片拼贴的方式，像场本身做扩大，来获得比原本的135片幅更大，近似于中片幅啊、大片幅这样的像场的效果。这份的概念构想呢，就来自于我在最早期一开始接触数位相机的时候，2001年在使用 Canon 的 G1 数位相机初期呢，画素普遍都比较小的状况。原厂的软体啊 ，Room Browser 里面就有个功能，就是可以将 G1 所拍摄的照片用拼贴的方式获得一张较为高像素的照片。这样的拼贴方式也让我思考说，如果我们今日要突破像场的限制，获得更浅景深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利用影像拼贴方式呢，去拍摄冗余的浅景深，来组构一张超浅景深的一个照片。因此呢，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可以依序利用9宫格的方式环绕来拍摄多张其他浅景深的画面。之后，我们进电脑使用 Lightroom 或者是 Bridge。将所有的拍的照片呢批次做处理，得到统一色调之后呢，再使用 Bridge 或 Lightroom 里面的 Photoshop 的照片 Merge 功能呢，将这些我们沿着9宫格拍摄的画面呢，做一个相片的拼贴。它会巧妙的利用像素跟像素之间的对比呢，去做融合 Merge， 得到一张非常大像场的人像照。合并完之后呢，去把周围不规则残缺的部分做裁切。这时候就可以得到一张景深非常浅的类似中大片幅感觉的全幅相机所拍出来的照片哦。以上这几点，希望各位对于类似这样子拼贴方式来创作人像能够有深的认识，以及可以多加尝试。用这些方法呢，就可以用多张照片合成的方式来堆叠出单张超浅景深的作品哦。我
们知道了这样的方法之后呢，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限制啊，必须要特别额外的注意。首先呢，第一个就是第一张照片呢，就要将人物的样貌以及人物的脸部呢清晰的拍摄进去。第二呢，就是照片中呢不可以有动态的元素，动态元素呢在事后合成的时候都会形成无法完全缝合的缺陷。第三呢，就是要避免照片中呢出现过多的留白。第四呢，就是关于镜头选择，尽量使用比标准镜稍微再窄一点的视角来做拍摄，来尽量避免镜头的透视变形。在拍摄的张数呢，不要过多的重叠，这样会让合成的时候产生不必要的扭曲。掌握以上这几点，你就可以用手边的器材拍出超前景深的照片哦。以上这些分享呢，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别忘记要记得订阅、分享、留言给我哦。